朋友们，99%的人呢都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内在深处藏着一个强烈的痛苦之身。如果你在生活中时不时会没来由的沮丧、悲伤或是异常的暴躁，那这个视频你一定要耐心看完。我会详细的告诉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及该怎样去解决它。好，我们在昨天的视频里说，大多数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呢，基本都处在一个概念的认识上，他们并没有真的了解身体，对身体的关注也少得可怜。他们的关注大多都被思维和外在的事物吸引走了，很少会去感觉身体。只有当身体出现问题时，才会注意到一点点。不但如此，很多人还会做出一些会伤害身体的事，比如常见的过量吸烟、酗酒、过量的饮食、过量透支身体等等。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些行为会对身体有害，只是为了满足心理需要不得不做，或者说控制不住这些行为。比如吸烟，在生活中可能因为无聊或是烦闷，就会点上一支，来给自己增添一种感觉，忘掉无聊和烦闷，从中获得一些放松。如果当时他们不够平静，吸上几口后就放松下来了，于是他们就会认为是烟让他们放松的，这样也就形成了一种依赖。事实上，让他们放松的是他们关注点的转移，可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冥想，就是从头脑思维转向了对烟雾进出身体时的感觉。除了外在层面，还有就是更重要的心理层面，由头脑思维伴随而来的情绪呢，同样对身体有着极大的影响。总的来说，就是身体虽然是意识的载具，但是意识却忘记了他自己，与头脑认同，进而形成小我。小我又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思维和外在的事物上，所以才会失去对身体的联系。不仅对身体缺乏感知，对情绪也是一样，因为情绪是经由身体而显现的，对身体缺乏感知，同样也就对情绪了解甚少了。通常对身体情绪的变化都是察而不觉的，就算是感觉到了情绪，也会因为对身体缺乏联系，从而感觉不到真实的情绪状况了。情绪呢，是反映在身体里面，用来应对外在环境状况的一种身体机能表现，也就是把身体调节成某种状态，来应对将要面对的状况。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好笑的笑话时，你的身体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包括分泌相应的肾上腺素到相应的位置，好让愉悦的情绪表现出来。或者当你和别人产生争执时，同样也会产生让你有应对争执的情绪，比如肌肉发力而来的激动、紧张等等。如果身体不调节出这些情绪，你就无法和对方争执起来。情绪的种类有很多，能够命名的比如快乐、悲伤、兴奋、恐惧、愤怒、紧张、焦虑、厌恶等等。还有一些可能无法命名，可能是某种形式的不安或张力，或者是低沉的不快乐。除了比较明显的情绪呢，还有一种背景式的情绪蓄留，就是日常的思想蓄留形成的一种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可能从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伴随你了。如果没有足够意识的临在，你根本就无法察觉。这些情绪的名称当然也不是情绪本身，只是我们给情绪的标签。情绪本身是你所感觉到的那个感觉，比如张力的感觉、心跳呼吸加快的感觉、肌肉紧缩的感觉、身体抖动的感觉等等。这些情绪我们可以分作两种和两大类，两种是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类是正面的和负面的。正面的情绪通常能让你感到愉快和平静，使身体舒畅；负面的情绪会让你感到恐惧和不安，使身体难受。
自然的情绪不做正负面之分，因为如果你遇到了伤心的事而产生悲伤的情绪，这并不是负面的，而是正常情绪的流露。不过自然的情绪也可能因为小我的加工呢，使它变成一个加强版或减弱版的自然情绪，从而变成人为的情绪了。所以简单来说，情绪就是身体对将要应对的状况做出的身体反应。那它是由谁控制和判断的呢？就是你的头脑。如果你看到某个人产生了恐惧的想法，那你的身体也同样会产生恐惧的情绪。如果你晚上躺在床上，想着白天你做错事的情景，害怕明天领导的责罚，你的身体就会产生和焦虑、恐惧相近的情绪。这些就是人为的情绪，这不是你当前实际要应对的状况，也不是某个人或事件引起的，而是你的想法。因为你晚上躺在床上，是要正准备睡觉，应该要产生进入睡眠状态的情绪才对。当然，如果进入睡眠需要情绪的话，你要应对的是睡觉，不是白天的事件，也不是明天可能会受到的责罚。但是因为你的想法实际上是小我的想法，导致了身体以为你还在做错事，在受责罚，所以它要产生情绪来应对。身体分不清是你想象的状况还是实际的状况，因为它没有判断的功能，只有回应的功能。你的想法越多，或者负面想法越多，身体的反应也就会越多。它可能都快忙不过来了，但是你可能并不知道，因为你正忙着想问题，或者思考解决方案，你完全置身体于不顾，所以你很难发现那些情绪，或者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你的负面想法已经成为常态，那么这些情绪就会和你的想法一样，一直伴随着你。长时间的负面情绪可能会影响你身体正常的运作，阻挡身体能量的流动，使身体容易疲劳或者生病。在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疾病主要就是由情绪引起的。如果你的负面想法过于频繁和强烈，那么身体可能就会立刻或者在一段时间后的某个临界点呢，做出剧烈的反应。这很可能会让你不知所措。长时间的情绪疲劳呢，也会使情绪系统变得敏感或失调，也就是可能稍微的一件小事就会引起一大波的情绪，或者一直处在情绪放大的状态。即使你当时没有负面想法，情绪依然还会在，你会感觉到很多以前没有过的情绪。如果对此不太了解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想法影响情绪，同样情绪也会影响想法，它们是互相联系的。我把能量传给你，你加工一下再传给我，然后我再传给你，循环往复。如果你没有觉知到，你就会陷入到思维和情绪的循环中，无法跳出思维和情绪，直到你的身体筋疲力尽。好，现在我们已经基本知道了情绪的工作原理。总结一下呢，就是为了能应对随时发生的状况，身体会调节对应的机能来应对这些状况，但身体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想象。由于头脑思维的泛滥，使身体长期饱受情绪的侵袭。因为情绪是与头脑联系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情绪划分至小我的名下。当然，这里的情绪指的是由想法引发的情绪，所以面对情绪的方法和面对头脑里的胡思乱想是一样的，就是去觉察，不做分析的觉察。只是情绪主要是以感觉的方式，而头脑里的念头呢，主要是倾听。当察觉到负面情绪时，立刻带入觉知去感觉它，要非常的警觉，感觉情绪在身体的感觉，不要试图控制或想要逃避，也不要去解释它，任由它自然的流露。
这样你就以它本来的样子识别到它了。你看清了它的样子，不给它贴上一个概念的标签，你也切断了头脑与它的联系，不再用思想喂养它，断了它的能量来源。当没有能量的来源时，它很快就会失去动力，就像一个没有了动力的马达一样。你现在就可以试一下，首先看一下你是如何做的，或是如何躺着的，是不是有紧绷的感觉？在腹部有没有紧张感？胸腔有没有张力？或者肩膀是不是像扛着重担一样？感觉它们。你也可以换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再感觉，从你能感觉到的地方开始，不要用力，也就是不要太刻意的去感觉，因为这样会制造更多的紧张。不要分析你感觉到的感觉，也就是不要描述这些感觉的样子，只是感觉到就可以了，然后保持这种感觉。当你开始感觉到情绪的时候，这个情绪可能会比前面更强烈一点点，但是只要你能接纳它，那它很快就会平静下来。以这种方式面对情绪，你就切断了情绪与头脑的联系，带进了意识的觉知，看清了它本来的样子。当它的能量释放后，就瓦解了。那些比较强烈的负面情绪呢？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无法直接面对，因为它的能量实在太强了，以你目前的觉知度还承受不住它的能量，你会下意识地选择抗拒和逃避，这是很常见的情形，你也只能暂时接受。可以从那些轻微的情绪开始，练习觉察它们的原貌。当你的意识觉知度提升后，就能面对那些比较强烈的情绪了。情绪的觉察能力因人而异，有的人会比较容易觉察到，有的人呢则相对会难一些。如果你觉得比较难觉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练习来强化这种觉察能力。除了比较强烈的情绪，在我们体内还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情绪能量体，它是由过去的身体创伤或情感创伤遗留下来的强烈负面情绪的能量集合体，也就是遭受到比较大的情绪波动后，没能及时释放的情绪能量的叠加。这种能量体呢，我们就叫它痛苦之身。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的能量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就像一个实体一样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每个人痛苦之身能量的强度都不同，有的人比较轻微，可能几乎都感觉不到它；有的人痛苦之身就比较强烈，会时不时地遭受它的攻击。如果在你的生命中包含了太多的不快，大概率就是你的痛苦之身比较严重了。痛苦之身的特性有点像寄生虫一样，寄居在身体里和身体一起成长，同时它也有休眠期、活动期和觅食期。在它休眠的时候，你可以像它不存在一样正常生活，但是一旦醒过来，你就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可能是心情变得一落千丈，也可能是性格变得非常的暴躁，或者是其他的负面情绪形式。活动期也是它的觅食期。如果你的痛苦之身主要是以心情变差为主，那在它醒着的时候，你就会无意识地吸引更多消极的想法。如果是让你变得暴躁，那你也会想要更多的冲突和暴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痛苦之身已经休眠了一段时间，它的能量已经流失了一部分，所以需要更多的能量才能维持它的生存。到了觅食期，如果没有外部事件让它苏醒，它就会制造一些戏码来让它醒过来。比如一个人突然的反常行为，越强烈的痛苦之身需要的食物就会越多，苏醒的频率和时间也比其他人要多得多。它通常会以和它相近频率的能量为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壮大它。当它吃饱喝足后，就会慢慢退去，潜伏在身体里，
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在生活中，拥有痛苦之身的人呢，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心情就会变得很沉闷，甚至痛苦不堪，毫无由来的负面情绪扑面而来，令人无法招架。这就是痛苦之身。除了个人经历形成的痛苦之身，还有生活环境造成的痛苦之身。比如在你的成长环境中，父母的痛苦之身在苏醒时，把这股能量传递给了你。和情绪一样，痛苦之身之所以会如此强大，除了它本身的特性外，还有就是你对它的认同。你认为它就是你，所以在它每次觅食的时候，你也会无意识地支持它，也就是小我会助长它。痛苦之身也是小我的一部分，它使小我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紧固。那么既然痛苦之身这么强大，那我们要怎么应对它呢？也许你已经看出来了，既然痛苦之身需要定期觅食才能存活，那我们就可以断了它的粮，截了它的道，让它没有生存环境。当没有它的生存环境时，自然就会离你而去，这是最好的办法。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才能破坏它的生存环境。当痛苦之身将要苏醒的时候，可能是一些负面想法来袭，或者是身体突然的某种反应，比如疼痛感、沉闷感、冲动感，或者是想要发泄的感觉等等，也可能是某种感觉造成的行为。当出现痛苦之身苏醒的信号时，你要非常的警觉，保持意识临在，并体认到这是痛苦之身在苏醒，观察这些出现的情绪，并接纳允许它们在那里，感觉它们在身体出现的感觉，然后保持这一状态。这时它会想尽办法吸引你去做或想一些能让增强它的事件和想法。如果你上当了，那你就落入了它的陷阱。虽然这是很平常的现象，但是一旦你落入它的陷阱，你就很难从里面跳出来，因为你的想法或行为已经补充了很多能量给它，它已经可以骑在你的脖子上了，你只能任由它摆布。你也很容易和它认同，认为这就是你自己。当然，在痛苦之身活跃的时候，你也是有可能识别出它的，只是如果它太强烈的话，你可能会无能为力。不过能识别出就已经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了。每识别出一次，它的力量就会减弱一次。当你识别出它时，你可以尝试当一个观察者，带入觉知去观察痛苦之身是如何运作的，并且你需要试着去接纳它，允许它在那里，也不要分析和解释这些现象。如果你不但不接纳，还与之对抗，那就说明是小我在管控。可能小我觉得是痛苦之身把自己搞成这样的，所以要对抗它以控制局面。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就不但没跳出油坑，反而还坠入火海了。痛苦之身带来的心理和情绪上的痛苦，已经是当前的事实了。你不接纳当前的实际状况，就是与事实对抗，与事实对抗就会产生新的痛苦。还有什么是比与事实对抗更徒劳的呢？但小我就经常会这么干。对于痛苦之身，你无法与它对抗并取得胜利，你要做的就是看清它的本来面目，在它苏醒的时候觉察它，不制造能让它壮大的负面能量给它，而抗拒只会制造更多的负面能量。痛苦之身无法以正面能量为食，也就是那些愉快的、喜悦的、平静的能量。如果在它苏醒时，你不但不制造负面能量，反而因觉察到它创造了正面能量，那它就会像遇到强光一样，瞬间失去力量。你每一次的意识临在，
都会让痛苦之身变得衰弱。当你的意识临在到达一定程度时，痛苦之身就不会再苏醒了。或许它已经化作一阵风离你而去了。这就是意识临在的力量。你用意识之光赶走了痛苦之身的能量。意识临在就是全然的处于当下。那么，除了意识临在，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应付痛苦之身吗？当然有，不过这些方法呢，通常都是用来逃避痛苦之身带来的感觉的，并不能真正瓦解痛苦之身。比如更努力的工作，从事一些特殊的活动，吸烟酗酒等等，或者给自己灌输曲解的思想或信念来逃避它。这些方法要么是在逼自己忘掉过去，要么是让自己转向另一种思想模式，或者是扭曲事实来逃避现实。它们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只能是一时的规避。痛苦之身一直还在那里，有一天还是会卷土重来。可能你现在就在使用这些方法，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不过好消息是，现在有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供你选择，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方法，运用意识的临在来驱逐它。不过你会选择这种方法吗？还是想再等一等呢？选择这种方法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样会把埋藏在你之内的所有有关痛苦的想法和事件带到意识层面。那些埋藏多年在深层记忆中的伤痛，你最不想记起来的事件都会浮现出来。也许你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勇气，这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不要因此而感到灰心气馁。你可以通过练习意识临在来加强你的应对能力。当你有足够意识的时候，你就有勇气面对它了。要知道，痛苦之身只不过是过去积累在你体内的痛苦能量，它不是你的一部分。当你看清了痛苦之身的真实面目，你就会知道它其实只是一个虚幻的幻象，就像一只凶猛的纸老虎一样，以能量体的方式存活在身体里，而你却误把它当成了真的老虎。它之所以会如此强大，是因为你对它的认同以及你给它赋予的形象。你不断认同它，给了它力量，以为这就是你的一部分。当你看清了它的真实面目，撤离对它的认同，你就走向了自由，它也就不再能束缚你。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